被全场最快的赛车场队邀请来当正赛车手，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体验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今年7月，我收到了汽车之家红旗场队的邀请，正式成为了他们 CEC 第3站鄂尔多斯站的官方车手。要知道 CEC 国家杯、厂商杯一共分为5个组别，而红旗赛车既在全场最高的组别，也是全场最快的赛车。这种负余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最爽的是，所有这一切我不用掏1分钱。 要知道，红旗赛车如果对外出售席位的话，起码能值15万一站吧。其次是练习也免费，甚至连付费练习都免费。可惜我那几天真的巨忙，不得不比我队友翔翔、周宇轩晚到1天。但是，来得早，一点屌用都没有啊！这雨下的还不停了，下1天了。至少他收获到了宝贵的雨战经验。作为队友，我真是替他高兴啊。 那 OK， 我们万事俱备，现在出发去鄂尔多斯 ，Let's go！ 从我们公司去鄂尔多斯赛车场一共739公里，需要开7个小时49分，一个半夜才能到。 感动吗？我天哪，太感动了！这么多红牛，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曾经14K 在路上各种买红牛，然后要找我报销，我直接给他拒绝了，说不行。但是今天主动给他买1车红牛，因为他在后面干活。哎。 漂亮的夜景，终于到了鄂尔多斯啊，也到了我们入住的酒店。入住睡觉，今天晚上就不吃烤全羊了，明天吃。啊，没有电梯吗？我靠，楼梯，我操！哇，这个装修风格非常5星级酒店啊，像30年前的5星级酒店。大红门，这灰地毯，白墙壁。我操！ 我操！我操！我赶紧走！第一次来内蒙鄂尔多斯，我来给大家辟个谣：内蒙人民不住蒙古包，他们住的也是楼房；内蒙人民出行也不骑马，他们也开汽车。 内蒙人民也不是在草原上驰骋，他们也有马路。汽车之家红旗车队一共有2台赛车，一台是红旗 H5， 车号55；一台是红旗 H6， 车号66。55号 H5 赛车是一台去年就征战过全年 CEC 的功勋老将了，今年并没有退役，而是被红旗开放了对外名额，专门用来邀请一些媒体车手来上阵厮杀。比如说这一站就是本堂主翔翔，还有汽车之家周宇轩来驾驶它。而66号红旗 H6呢，则是一台今年刚刚落地的全新赛车，车手阵容是汽车之家冠军车队老班底。 很明显，他承担着夺取全场冠军的重任。前面所有的底盘，包括后边底盘，都重新做了仰角。这是我的仰角，这是可以公开的吗？可以。当你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变量；进弯的时候，它的倾角会有7度。OK， 然后目前这辆车轮上差不多340马力，轮上340，轮上340。马力这个东西就像钱包的厚度一样，咱们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这次比赛的赛道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全长3.75公里，属于 F2 级别的大赛道。我之前从来没有跑过这个赛道，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对这个赛道评价好像非常一般。他说这个赛道的设计出自我国最知名的 SUBGO 狂魔，从来不跑赛道的知名赛道女设计师姚启明博士之手。虽然很多弯道的设计颇有挑战性，
但基本以低速弯居多，尤其有好几个越走越窄的曲率渐收弯，开着非常别扭，非常难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一条好好的大赛道，开起来一股大号瑞斯的小家子气的感觉。那我实地开了之后呢，发现这条赛道有点年久失修是真的，表面的沥青老化了，颗粒变大了，说白了就是跟外面的大马路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呈现出了脱油状态，因此抓地力非常一般，轮胎损耗也确实有点大。那这个赛道条件呢，对于我们这台红旗赛车来说，就确实是稍微有点吃亏了，因为红旗赛车有着全场最长的车长、最长的轴距、最大最宽的车身、最重的重量。不过咱们红旗马力大，高速弯稳，而且我赛前用卡缪斯模拟器针对鄂尔多斯赛道做了大量的练习，所以我仍然对此充满信心。第一次驾驶这辆红旗。第一次练习用的是旧胎，我的最好成绩是1分57秒3，俩队友的成绩我也打听了一下，也都是1分57秒多。但是这个圈速确实是不快，不仅输给了当天最快的一队大红旗1秒1，甚至连更低组别的1006T 的丰田86都比我们快。这个车呢，它的轴距太长，它稳定性非常好。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低速的赛道，在很多低速弯道里面，它很难拐得出去。是，然后我开这个车的感觉跟你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最近可能开屁股太死的车开多了，N卡。我感觉这个车刹车的时候，一刹车车有点摆动。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车驾驶的甜点。第一次开这个红旗 H5，说真的，跟我一开始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一开始我以为这个车会非常笨重，结果开完之后我才发现，只要我一重刹，它的尾部就甩来甩去，极不稳定。我甚至有些嫌它屁股过于灵活了。其实呢，这恰恰反而就是因为它屁股不太走尾，所以呢，技师才把它的后轮束角调大，让它能更灵活一点。但这样一来呢，就失去了它一定的直线刹车的稳定性。其次呢，是这台车的赛化改装的确是极其彻底的，但是它的刹车脚感，为了能让更多的媒体车手能适应长时间的驾驶，所以做了一定的力度妥协，这就让它的刹车脚感呢，既不像普通的街车那么轻，又不像真正的赛车那么硬。第一节我始终控制的不好，开得跟伊托答辩一样。正当我第二节想再适应适应的时候，出意外了。我操，干冒烟了！应该是刚才的。我操，居然着火了，冒烟了！ And we're down. 这次机舱之所以冒烟呢，还好只是因为机油尺崩出来了，导致机油大量喷到了高温的涡轮上，进而冒烟了。但是车队经理却说，这很有可能是发动机要崩掉的前兆。因为机油尺之所以会无缘无故崩出来，大概率就是因为发动机内部磨损过大，密封不严，导致废气较多，增压值起来了，然后就崩出来了。而我们这台红旗赛车的发动机呢，是2站才需要换一颗全新的。这颗发动机上一站只跑了1站，车队技师猜测是因为上一站秦皇岛站遭遇了严重碰撞，所以可能损伤到了发动机。但是技师检查了一圈之后，发现数据有一切正常，于是决定先把机舱内的机油彻底洗干净，跑完这一站再说。Oh, we're down. Oh. 不过他们用来洗机舱的汽油价格着实还是惊到了我。没错，就是这个有点像玻璃水的液体，它是赛用的101号汽油，单价嘛也不算太离谱，只要28块钱1升。之所以说101号赛油价格还不算离谱，是因为给 GT3 专用的红颜色的102号赛油单价更离谱，得58块钱1升。所以赛车为啥是全世界最贵的竞技体育运动？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头一天的练习我们在反复修车中结束了，本以为第2天会有所好转，结果第2天车子又断油了，涡轮拉包还坏了。我靠！大早上起来，时
还是冒烟啊！唉，哪怕车队搞了个烤全羊，都安慰不了我郁闷的心情啊！嘿，秀秀，羊肉来喽！臭蚊子敢吃我的烤全羊？太香了，真的，兄弟们。没烤那就香，生吃啊，吃。哎，真的老香了，一点膻味没有。没有膻味是没有。这羊肋排，啊，这小羊尾，这头，这大羊哦，这头啊，搞错了，哦，那是羊尾，对，你看一眼就看出来南方人。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完了，我们的车又坏了。我刚上完，然后队友上跑了大概10几20圈吧，车又坏了。哎呀，希望正赛的时候不要坏啊！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质疑，这个车怎么这么容易坏？是不是红旗的车质量太差了？那红旗的这个赛车呢，只有发动机的缸体是原装的，其他所有附件都是后改的。而这2天坏的都是赛车的改装件，所以这真的跟红旗本身的质量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赛车哪有不坏车的？练习赛本身就不仅仅是练人，也是为了给车找毛病。那练习赛解决掉的毛病越多呢，正赛出问题的几率就越少。哎，所以啊，练习赛容易出问题，其实反而可能是个好事儿。哎呀，看看人家大领克3段刷子547，哎，当然了，他们上的是新胎，等我上了新胎，一圈破了它，破不了就是车子有问题。太过分了，我操！太过分了！太了啊！技师们来回捣鼓了很久，终于赶在最后一节之前把车修好了。眼看明天就要排位赛了，而这2天因为修车耽误了太多时间，车队临时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利用最后1个小时的官方练习，直接上2条全新的轮胎，让我们模仿一下排位赛的强度 push 一下，看看极限究竟能到多少。最后一节我最快圈速来到了1分55秒7，比我们昨天红旗1队1分56秒2的成绩还要快。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扬眉吐气一下了，结果下来一看成绩单，我人傻了。我们最直接的同组竞争对手77号大领克圈速直接干到了1分54秒3，比我直接快了1秒4，甚至比我们红旗1队赛车还快了0.5。大领克在别的赛道都干不过红旗，但是一到鄂尔多斯竟然比我们1队的大红旗还快。还是之前说的赛道特性的问题，他们虽然轮上马力比我们小了20匹，轮胎比我们窄了2号，但比我们轻了100公斤，而且轴距车身都比我们短，低速弯里灵活多了。正赛我们的轮胎消耗也会更大，这个真的是有点难搞啊。而更惨的是，我们55号车的发动机还爆缸了。现在这车是咋了？搞稳了，呲钢垫了，然后要换发动机。啊？对，你没听错，呲钢垫了，换发动机。而最尴尬的是，这台发动机之所以会爆缸，居然跟我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今天这个主要是说一下今天55号整个一天的这个咱们这试车的情况，因为这个大家看到55号现在正在这个换发动机。所以呢，结合这个情况，跟各位车手，咱们包括工程师这块一起来沟通一下这个车的整体情况，行吧？开始吧。这是我们发动机转油的一个节子线，看到没？这黄色虚线呢啊，这个从这上边看一眼就能瞄出来，这个咱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水南高尔祥的这段里边，它是几乎没有啊，最多有齐平的位置，但是没有说超过它的。
那我们看堂主这块啊，这儿1个、2个，我就不放大看，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11、12、13、14，这是特别突出的这14个位置。为什么只设9.5呢？其实咱们的这个防火机大家都知道，用的还是红旗原厂的防火机作为一个机体结构的啊，没有说进行强化。咱们赛车已经是超负荷使用了，增压值往上，马力也往上，这个比家用车基本上几乎快翻了，我看啊，大概在1.5倍左右吧。所以说发动机这个寿命来讲一直是很吃紧的。他刚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刹车力度非常小。完全不够，对你完全是靠档位再去减速。简单来说，就是电脑工程师通过调出刹车数据，发现在我们车组的3个车手里，我的刹车力度踩的是最轻的，刹车效率是全队最差的。因此，我过弯的时候更多是依靠降档来降低速度，这就会导致我频繁爆转。次数比其他2个车手要多得多。虽然想想安慰我说，你肯定是最近跑现代 N Cup 那种刹车带助力的统规赛跑多了，一时没转换过来，但是我还是很自责，也很羞愧，因为控制刹车力度这种事儿，在赛车领域里是最基本的基本功。我没想到我居然还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简直不能原谅我自己。咱们明天是9:50排位吧？咱俩谁排啊？没定呢。我觉得你速度快，你可以来，行吧？等他看发动机弄好了，他见什么状态吧。对，因为弄完了之后，他明天他要这个，因为这台车不是现在马力机什么的也没有，这边只能模拟的去调一下。调完之后一会儿听一下状态，因为我听安排圈速没有，反正圈速现在你肯定快。圈速大家都差不多，没有我主要是我都没跑，我没有这状态。但是我觉得你能跑得快，能兜底下你就来，没问题。行啊，行，那就我来吧。行，好，去一条陌生的赛道，一定记得，但凡能走赛道，一定要走一走。走赛道怎么能没有一台威武霸气的车呢？对不对？我特意找我朋友借了一台。微妙，这个路线走好了就特别快，如果走不好的话就会很慢。不要上这儿，你看这个地方都是磕出来的，就最狠就到这儿就行。你从这儿进的话，它是一个曲直的路线，如果你非要这样动方向的话，你这样一个重心，再这样一个重心，你的车就飞掉了。他俩这个特别浪漫，这个你得抱着它，对，你就抱着。行了，有涛神教我，明天起码快2秒，还为我跑。昨天涛神跟我说我有3个地方的档位还没用对，再把刹车力度什么的改一改。我觉得今天肯定能比昨天快，一定。紧张刺激的排位赛一大早9点40就开始了，轮胎还是跟头一天一样，只有2条前轮是新胎。那么昨天的最快成绩是1分55秒8。那么问题来了，你们觉得在改正了刹车力度之后，我能在排位赛中刷到1分54秒多的美妙新世界吗？发给弹幕预测一波。那么接下来米纳森昆尼西瓦红旗 H5 鄂尔多斯飞行圈，都走。大红旗 H5 鄂尔多斯飞行圈正式开始。这台车的变速箱齿比没有针对这个赛道做特调，不信你听。在1号弯的尽头，6档居然都已经拉爆了，连降3档冲进1号弯，后轮因为不是新胎，所以有点滑。1、2、3号弯连起来就是一个越走越窄的低速弯，要不是尾速能到210，我还以为是到了瑞斯呢。那鄂尔多斯整体的设计呢，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除了开着非常别扭不爽之外呢，也没有什么别的缺点了。接下来的4、5、6号弯连起来又是一个越走越窄的低速弯，姚启明女博士设计赛道呢，风格还是稳重。
啊，设计了一连串低速弯，为了照顾到大家的参赛安全，真是操碎了心。他真的我哭死。有在卡缪斯模拟器上跑过国外的 SPA、纽北、银石、蒙扎等等，你就会发现，国外的赛道总体更加大开大合，高速弯贼多，而国内的赛道呢，除了几条比较有意思的赛道之外呢，绝大部分都是低速弯贼多的 Stop Go 赛道，一股小家子气的感觉呼之欲出。赛道设计的水平，别说跟欧美比了，连韩国的水平都远远不如。哎呀，变速箱不小心卡了一下，这个变速箱有点小问题。头一天我队友换挡，右手都挂起泡了，还好呢，我这一圈只卡了这一次。前方就到了最后一个低速弯，哎，之后的13、14、15就是这个赛道唯一的连续高速组合弯，大红旗最能施展拳脚的区间就在这里了。然而。但还好影响不大，这也已经是我排位赛的最后一圈了，其实已经相对算比较干净的了，没碰上那种在刹车点散热的飞度，我就已经很满意了。那穿过最后一个回头弯，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直道。很多人好奇这台红旗的圈速到底啥水平，在宁赛大概比 TCR 赛车慢7秒，比现代 NCAP 赛车快2秒的样子。好了，鄂尔多斯一圈就跑完了，最终冲线1分53秒9。这台红旗 H5 的排位赛的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成功打破了去年这台车1分54秒2的最快圈速记录。唯一可惜的是，距离大领克的全场杆位还是差了0.1秒，只排在了全场第2。第一场正赛半个小时之后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是开幕式。本来开幕式其实是个多余的项目，但是呢，开幕式上面有大家很爱看的攒劲的节目，所以呢，现在就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带大家看一下吧。那排位做完了，接下来就是正赛了。因为翔翔除了要跑这台大红旗之外，还要同时跑他自己那台 TT， 所以呢，我们就都就着他来做发车次序。最终决定呢，由翔翔来负责第一天的第1棒，而我负责第2天的第1棒。周宇轩呢，则负责跑2天的收尾冲刺。所以第一天呢，我就负责给我的队友加油助威了。这边暖胎圈已经正式的发出。一圈的暖胎工作之后比赛将会以滚动发车的形式起步。现在已经是暖胎圈了，正赛马上开始。17号的领克赛车，这一次是在排位赛之中早早的做出了1分53.825的成绩排在全场的杆位。55号的红旗车组是由堂主周云峰在排位赛之中最后的阶段是刷出了1分53.936的成绩尽管他在赛前也谈到自己和这台车似乎还并没有磨合到一个100%的默契但是他依旧刷出了这个惊人的速度。那么他将会在明天负责这台车的起步的工作今天将会由高志祥来去进行驾驶的起步并且在半程之后交棒给组内的周宇轩。安全车马上还有2个弯就要进站了。这边我们看到车阵已经回到了发车区直道，即将迎接鄂尔多斯站第1阶段的正赛起步。这边红灯已经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60号赛车红旗已经非常棒的完成了这一次起步，已经能够在1号弯前上到全场的领先位置。反而这边我们看到高志祥的55号赛车似乎起得并不理想，已经落到了车阵的中间。涛哥抢到了第1，但是咱们的车掉了5、6个位置。我靠，我们怎么会掉5、6个位置呢？发车没发好翔翔之所以会掉到第8呢，就是因为红旗的动力实在太猛了，在2档憋着转速动态起步的时候，它的轮子半轴受不了如此猛烈的冲击，所以升3档会短暂的卡档。那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换3档，这一下要踩一下离合。这一点呢，其实赛前涛神就有传授过经验，但是翔翔应该是嫌麻烦没听，或者是忘了。
过想想，最终还是一个一个给他们又超了回来，最终在进站之前又顺利回到了全场第2。接下来呢，是我另外一个队友周宇轩上场，因为我们的红旗是前驱车，所以在 CEC 一棒2个小时的正赛里面，轮胎无论如何都是扛不完的，至少需要更换2条全新的前胎，所以换人的时间是非常充裕的，因此根本不需要像我们以前开86赛车那样，还需要提前练习进站换人。然而我们这次进站还是慢了，原因是车子又断油了，技师在检查，所以多花了30多秒，导致一下就落后了很多。OK， 顺利，完了，啊，还行，我们换完人，然后现在已经掉到了全场第7，啊，但是丢掉的时间不算很多，应该能追回去。H5赛车，周宇轩这边回到了维修区啊，看看是遇到什么问题了。这边都是计划外的停站，又多进了一次站，进一次站起码要耽误1分多钟。希望车子不要有问题。什么情况这是？燃油压力有点低，昨天都是新换的油泵。为什么呢？不知道是油脏了还是怎么。今天早上新换了一个，昨天更了一个，昨天新换了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燃油压力一低，它不就给不上油吗？那是不是里边那个孔脏了？都换了。这次进站又耽误了，掉到了全场第4，耽误了1分44秒。我靠，要被套圈了！最难的情况就是这种，就哪怕一天落后几十秒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一旦被套圈，这个套圈的劣势就会带到第2天。这边55号赛车刚刚回站去做了检修，但是似乎又遇到了问题啊。55号赛车上一站就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最终是艰难的完赛，但这一站似乎又不太走运啊，赛车直接停在了赛道边。还剩21分钟22秒，没了。目前场上是给出了全场红旗，但如果55号赛车不能够重新启动的话，目前场上是给出了全场黄旗，但如果55号赛车不能够自己重新启动的话，可能还是会需要救援车出来。有救援车的话，基本上就要出动安全车了。安全车已经准备释放了。谁也没想到，刚刚新换了发动机的 H5赛车，在头一天居然坏了3次，比对手们多进了3次站，最后一度都停在赛道里了，眼看就要退赛了。结果呢，他又神奇的自愈了，并且最后还冲线了。这边方格旗已经挥动，鄂尔多斯站的国家杯以及场上杯的第1阶段已经正式的摇旗结束了。来了，我们55号车至少没退赛，还在。大哥，明天油泵有希望能修好吗？没问题，这个是好解决。哎呀，行，牛逼！又歇了这个。没有，你这把就是车没办法，这个控制不了这油泵，但你开的没啥问题，我看节奏挺稳定的。本来我觉得就是维持那一圈跟着就行，结果这谁能想到，突然就是这1号弯右弯，咔进去之后，不是一脚咔，那车就开始这样，然后我就完了。我说又是这第1天的问题又出来了。要不浪费你的好牌排位场。嗨，这有啥呀？没事，明天还有机会。明天咱们就力争把77干了，对，保住领奖台。98呢，就希望明天他再坏一次，没毛病，咱们就有第2名了，对不对？只是因为多进了3次站，
所以我们被红旗一队给套了3圈，也被同组别的2台大领克甩在了身后，落在了组别垫底全场第8的位置。当晚呢，技师就连夜修车，问题是出在了油泵的滤芯上。这个油泵呢是用的美国的 AM 品牌，油泵本身的质量是超级棒的，但是谁也没想到28块钱一升的101号赛油，油品质量居然都能差成这样。据技师说，滤芯都黑了，各种杂质碎屑都快把滤芯给糊死了。失败才是人生的常态，成功往往都是偶然的。明天加油吧！好在我们心态好，比赛跑多了就是这样，佛系了。咱们今天比完赛就走呗，回北京。对啊，上完领奖台就走。上了领奖台，说的是这么的轻松写意。领奖台必上，上不了领奖台，我跑鄂尔多斯来干啥来？上不了领奖台，不要回北京，保3胜2吧。虽然我目前还是第4名。正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兄弟们，哈哈，上车上车。这是水温，然后如果说超了，比如说110了或者100几了，你就错开点车位，懂吗？因为跟车温度会非常高，这边气压低啊。第2阶段的正赛鄂尔多斯站，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起步。堂主这边是率先的抽头出来，后面的这台领克赛车也已经走到了最内侧，但是前面被前面的1号赛车挡住啊。这场比赛呢，我在第8发车起步的时候呢，我吸取了昨天翔翔的教训，2升3的时候，左脚立马挪过去踩了离合，果然没有再卡了。那在1号弯呢，我就顺势扒掉了好几台车，也超掉了右前方这台98号大领克。但因为他昨天套了我们2圈，所以超过之后呢，我们还是在组别第4。前排的2台赛车起的都还是非常的不错。堂主在持续的想要去超过前面的余霜，海上杯的赛车在整体的性能上会有一些优势，尤其是在动力上会有更多的一个优势在，但是在连续的高速弯中那可能体重更轻的前6组的赛车会更加的占优。866赛车驾驶员是余霜余老板，翔翔去年的好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开红旗赛车明显速度比他快很多，他跟我也不在一个组别，但是我不知道为啥他非要玩命挡我。后来比赛结束之后，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挡不住我，但就是想跟我缠斗一圈，就是玩。所以说这些有钱的老板，他们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有时候真的让人血压很高啊。后面堂主已经过掉了余霜，现在是即将逼近1号的奥迪赛车。去年我第一次开手动86在成都 CEC 的时候，还记得我被他们挡了一整场吗？那时过境迁呢，今天终于轮到我开大马力车了，那就不好意思了。堂主在超前面1号赛车的位置，在15弯高速弯的位置，直接抓到一个内侧的空间15弯直接扎进来。那又追了几圈，终于追到了同圈的这台77号大领克身后。同时呢，他身边还有一台 TT， 当时是由翔翔驾驶。我看他也没有挡这个大领克，居然直接就把赛车线放出来了。那我也就毫不客气了，直接1号弯跟着过去了。不过我在2号弯还是给翔翔的 TT 留了位置，免得把他关门关出去了。然后我就跟到了77号大领克身后，想借机超越，但是77号大领克车手真快，我也就只能跟着他，超是超不了。我俩就这样分别前后脚刷着各自的全场最快圈。15号的红旗赛车以及身前的77号领克赛车，2台赛车是处在同一圈，他们之间将会展开对于厂商杯的领奖台最后一席的争夺。其实这个竞争也是非常关键，且对于车队的年度积分上也是非常的有必要去进行争夺。跑了一阵之后，这台77号大领克突然就进站了。车队的技师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他昨天进站加油洒了，今天要进站接受处罚，这你受了吗？后面的77号的领克赛车也是被堂主的55号赛车所过掉。
居然还有这种喜从天降的好事儿，我莫名其妙就来到了组别第3了，我的天！于是我赶紧提了提节奏，尽可能拉远跟77号的差距。结果超过几个小飞度之后呢，第2个天大喜讯它又来了，我居然在最后一弯看到有台大领克突然就横在路上，居然是那台头一天套了我们2圈的98号大领克，我的天！莫名其妙，我居然就来到了组别的第2。之后呢，安全车果然出动，涛神还主动跟车队反映把我放过去，等于又给我解套了一圈，又增加了一重保险。有团队配合的快乐真是妙不可言。之后呢，我跑了几圈就下场，顺利交接给了我的队友周宇轩。此时我已经来到了组别第2，全场第5。都是55、56的节奏。我也是55、56。但是我看你上来了之后，我跟铁儿说，我说待会儿安全车一回去就让他们走，1号弯超我。耐力赛是一个讲究团队的比赛，和那个冲刺赛不太一样，不太对。反正就是耐力赛一定要考虑轮胎管理和发动机的热管理。是我那个水温都没有超过105度，一直都是101度。对，这样就是耐力赛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最好的方式吧。是，好，哎，开心。但是我们进站之后又掉到了全场第3，不过那只是因为77号大领克第一次进站只是接受处罚，但没有换人，所以等他们换人之后，我们又顺利的回到了全场第2，且领先他们30多秒。我们比他快了31秒，他不可能追得上我们。但是77号的2棒车手都好快啊，他们居然一直在疯狂的追进秒差。完了，从31秒追到24秒了。他们刚开始上去很激进啊，22秒7。现在差距是22秒7，时间还剩41分钟，完了就剩18秒了，我操！他们追得好快呀！谁说不是呢？眼看77号大领克马上就要追上我们了，更意外的事儿来了，77又进站了，又进站了 ，Inkids 啊，看到没？这怎么办好呢？啊，对吧？又要拿亚军了。还有32分钟，先不要败人品。还这么玩儿？上天保佑，上天保佑啊！千万不要坏车啊！看那个。行了，你这回亚军到手了啊！别奶，大哥，还有10分钟，差不多。以往每次都是提前开香槟，然后就出意外了。那咱就静候佳音吧。静候佳音。不到最后一刻，不到冲线前那一刻，咱们都要保持低调。确实，免得败人品。我们经历过冲线前坏了。真的吗？对，我们19年就是最后一圈全场第2，然后半轴折了。那我们这场半轴换了吗？换了啊，那就行。你们落地都是新半轴，可以，非常都是新的，非常每天落地都是新半轴，对，非常到位，不愧是厂队。最后一圈，最后1分钟，兄弟们，等着冲线，嘿嘿。